川普这头贸易战猛兽终于撕开了中国的最后一层遮羞布。4月2日，他大手一挥，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对等关税，直接把中美贸易战推向了白热化。而北京呢，清明节刚过，就迫不及待跳出来反击。4月10日起，对所有美国商品加征34%的关税，还甩出一堆制裁大礼包，16家美企被列入出口管制名单，11家被踢进不可靠实体清单，6家美国农业企业的禽肉被寄输华，甚至连中重稀土都寄出了出口管制。这架势乍一看像是硬刚到底，但仔细一瞧，简直就是杀敌1000，自损8亿的自杀式袭击。这场关税战升级，全球市场瞬间炸了锅，美股直接上演血流成河的大戏。就在昨天，纳斯达克暴跌6%，标普500狂泻5%，道琼斯指数更是重挫1130点，跌幅逼近3%，差点触发熔断。华尔街哀鸿遍野，苹果跌了4%，特斯拉崩了5%，高通、英伟达齐齐下滑，银行股更惨，摩根大通、高盛、花旗全线跌超5%，摩根士丹利直接暴跌6%。美股市值一天蒸发3.2万亿美元，够支援乌克兰打160年的仗。更别提川普上台以来，美股累计崩了10万亿美元，相当于455年的乌克兰军费。讽刺的是，美股2001年以来单日跌幅前5的记录，全都发生在川普任期内。这就是他口中的让美国更伟大。但别急，最惨的还不是美国，而是中国自己。北京这波34%的反制关税看似硬气，实则是在给自己挖坑跳。川普今天在真相社交上冷冷丢下一句：“中国玩砸了，他们慌了，这是他们最承受不起的后果。”这话可不是随便说说，数据和现实已经把北京的底裤扒得一干二净。先来看看这34%关税的威力有多大。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据，2023年美国对中国出口总额约为1470亿美元，其中农产品、能源和制造业产品占了大头。现在北京一口气加征34%的关税，等于直接给这些商品套上了价格绞索。以大豆为例，美国对华出口大豆占其总量的60%，价值约140亿美元，加税后价格直接上涨1/3。美国农民固然头疼，但中国呢？作为全球最大的大豆进口国，90%的需求靠进口，这下只能被迫转向巴西、阿根廷，可这些国家的产量根本填不上缺口。结果就是国内豆油、饲料价格飙升，养殖业成本暴增，最后还是14亿老百姓买单。再看稀土这张王牌，中国占全球稀土供应的70%，2023年出口额约50亿美元。北京这次祭出出口管制，摆明了要掐美国制造业的脖子。但问题是，美国早就开始布局稀土替代供应链。2024年，美国本土稀土产量已达4.3万吨，同比增长20%，加上澳大利亚、加拿大的支援，稀土断供的威胁远不如10年前那么致命。反过来，中国稀土企业却要面对出口锐减的窘境。根据中国海关总署数据，2023年稀土出口利润率已跌至8%，这波管制一出，估计得有1半企业直接破产。更别提那11家被列入不可靠实体清单的美国企业了，包括波音、通用电气这样的巨头。表面上看，北京是在以牙还牙，但实际上呢？波音2023年对华交付了140架飞机，占其总量的15%。一旦彻底断供，中国航空公司拿什么填补空缺？国产 C919， 别逗了。根据中国民航局的数据， C919 年产量才20架，连国内需求都满足不了。更何况
波音被禁的同时，美国完全可以反制，禁止对中国出口芯片和高科技设备，到时候华为、中兴这些企业直接断气，谁更疼？这场关税战，中国有多惨？我们直接上数据。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报告，2025年第一季度，中国出口总额同比下降了 8.2%， 其中对美出口暴跌 17%， 创下近20年最大跌幅。而美国呢？2024年对华出口仅占其总出口的 6.8%， 就算中国加征 34% 关税，美国经济顶多伤筋动骨，中国却是直接断臂求生。更扎心的是，中国内部经济早已千疮百孔，房地产市场彻底崩盘。根据中国住建部数据，2024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暴跌 25%， 烂尾楼数量超过3000万套，涉及金额高达5万亿人民币。外资撤离更是雪上加霜。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23年外商直接投资净流入骤降 82%， 仅剩330亿美元，创30年新低。失业率呢？官方说是 5.2%， 但根据清华大学经济学院的内部估算，真实数字已逼近 12%， 涉及超过 1.5 亿人。这时候再跟美国硬碰硬搞关税战，简直是嫌自己死得不够快。再看看股市的惨状，中国反制关税一宣布，富时中国 A50 股指期货直接暴跌 6.28%， 创下年内最大单日跌幅。沪深300指数跌了 4.5%， 上证指数跌破2800点，市值一天蒸发2万亿人民币。相比之下，美股虽然也跌，但标普500的年化跌幅不过 10%， 中国股市却是断崖式崩塌，年内跌幅已超 25%。 这还不算散户的血泪账，根据中国证券业协会数据， A 股散户持仓账户超过2亿个，人均亏损已达8万元，相当于普通家庭1年的收入。关税战升级的连锁反应有多恐怖？我们再算一笔账。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显示，2023年全国出口导向型企业超过60万家，直接就业人口2亿人，其中对美出口占比高达 20%。 现在美国加征 34% 关税，中国反制 34%， 双重夹击之下，这些企业的日子还能过吗？以一个年销售额5000万元的中小出口企业为例，假设毛利率 15%， 年利润750万元，加税后成本直接增加1700万元，利润瞬间变成负950万元。这是什么概念？等于1年白干，还倒贴200万。根据中国中小企业协会的调查，40%的出口企业利润率不足 10%， 这波关税一砸，至少一半得破产。破产潮来了，失业潮还远吗？中国跨境电商协会的数据更让人绝望，仅拼多多、速卖通、善3大平台就有50万商家，200万直接就业人口。如果 30% 的商家倒闭，60万人直接失业，加上物流、仓储、供应链的连带影响，总人数轻松突破200万。这还没算传统制造业，根据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数据，2023年制造业就业人口约 1.2 亿，其中 20% 依赖出口，这波关税战至少再砍掉2000万个岗位，加起来2亿人饭碗不保，相当于全国劳动力的1/4。更要命的是，中国老百姓的钱包已经空了。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数据，2024年居民储蓄率跌至 22%， 创20年新低，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8%。 房价暴跌，股市崩盘，工资缩水，现在再加上失业潮，14亿人还能活下去吗？有网友调侃，以前是996，现在是0070收入，零存款，7天都得干。这话听着好笑，眼泪却止不住。这场关税战，川普显然是棋高一招。
他不仅把中国逼到墙角，还稳住了美国的基本盘。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，2024年美国新增就业岗位220万个，失业率仅 4.1%， 经济衰退的概率虽升至 60%， 但远没到崩盘的地步。反观中国，经济增速已跌至 3.5%， 创40年新低，财政赤字高达6万亿人民币，外债总额突破 2.5 万亿美元。川普手里还有王牌没出，比如全面禁止中国商品进入美国市场，到时候北京连还手的力气都没了。更讽刺的是，北京这波反制还得罪了欧盟。根据路透社报道，欧盟正在考虑对中国商品加征 15% 至 20% 的报复性关税，一旦落实，中国对欧出口的2000亿美元商品也得完蛋。到时候中美欧三方夹击，中国经济还能撑几天？有业内人士悲观预测，2025年底中国 GDP 可能跌破5万亿美元，退回到20年前的水平。这场关税战，北京喊得响，摔得惨。川普一招对等关税，直接把中国经济打回了原形。60万企业倒闭，2亿人失业，股市崩盘，消费萎缩，外资跑光，14亿人眼看着要坠入深渊。北京还敢硬耗吗？耗下去，两头都不是他的钱，可苦的是老百姓啊！这场大戏才刚开场，接下来会怎样？是北京认怂求和，还是继续硬刚到崩溃？我们拭目以待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，中国经济这艘破船已经漏得没法补了。